科幻小说中的地心世界被真正做进游戏，地心人类的文明到底有多震撼？就在这天，星球重启，地底文明首部 CG 公开，画面里破败的地下城市几乎被来世全面占据，似乎已经没有了人类的存在。但随着小队突然遇袭，佐伊坠入深渊，庄严神秘的地下文明赫然出现。伴随 CG 一起到来的是游戏中全新的70级版本，新地图、新主线、新武器、新副本，海量的更新内容，能看出制作组确实在认真做好游戏。来到游戏中，刚深入地下城，我本来还想着给地底原始人来一点小小的科技震撼，但没想到他们的科技竟比地上更加先进，地底里面的人甚至都会飞。新探索能力浮空推进器能让玩家浮空飞行滑翔，各种地形轻松跨越，这无疑能让玩家抵达更多的探索领域。还有来自外星的原点科技，改造武器后为武器获得新的属性，还可以改变攻击的方式，比如这把千鸟改造后居然可以远程挥出剑气，是不是超帅的？前所未有的战斗体验。而全新地下世界希尔德要塞面积堪称巨大，更多的宝箱和玩法全部藏在其中，而新主线就是会在这个庞大的地下城中直接暴打外星人，揭露他们的邪恶阴谋，真的期待啦！除了巨量的游戏内容，官方还整了一手好活，上线了签到送宠物10连、7天送 SSR 等福利活动，还爆料了后续版本将加入宠物打工等降肝玩法。好家伙，白天抗击外星人，晚上回家搓麻，真就休息收益了不误了，快去试试吧！啵啵啵。铃兰之剑自开服以来最炸裂版本到来，原来这才是铃兰的完全体。6月12号，在铃兰之剑前瞻直面会上，公布了铃兰自面世以来最大的版本——年度全新资料片《绯红之夜》。在提前官宣的 PV 画面里，拉维耶表情狰狞，剑指曾经的挚友索菲亚在黑暗中沉默伫立。二人为何走向对立？时间闪回7年前，两人在军校相识，同一个寝室，同一个小队，同一个理想。那时的他们以为会永远守望相助，但盘根错节的京师走私正试图用利益将正义的边界擦除。两女主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案件，眼看着昔日同伴在面前死去，理念逐渐发生分歧。拉维耶执意重塑公正，而索菲亚却被恨意侵蚀，所有冲突都在那一夜爆发，以一只手臂为代价，彻底将两人分隔。索菲亚性格转变的原因和二人对峙又互相羁绊的复杂情感，都在《绯红之夜》中展现。铃兰之剑足够优质的剧情才是它真正的特色。鸣人佐助的戏码是否会在浪涌城再次上演？真的非常期待故事的后续发展。伴随着半周年资料更新，新剧情、新角色、新玩法也相继亮相，这些都能透射出铃兰官方依旧坚守一颗匠心，为了让玩家体验身临其境探案的感觉，新增了探案元素的线索墙玩法，在主线任务中增加了搜众关卡，将沉浸感拉满。突入战斗的全新机制，可以在战前部署技能，丰富了技能搭配和策略性。而与莉拉、奇亚、崔斯坦等多位新角色共同到来的，还有2个全新的侧影角色，他们代表着人物不同的成长时期，有着全新的外观和战斗能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能与原角色共享等级，传承专属技能，不用重复养成，这点真是大大的良心。听劝了制作组，不仅将玩家抱怨的地方通通修改，还带来了超多福利：机动队的打卡布，签到7日送10抽；新剧情活动可获得3500晶石；版本预热签到还能再领10抽；新的成就系统共能获得30抽和1500晶石。活动奖励总计将送出超过100抽，以及妥妥养满6个角色的资源。不想氪金，当单机游戏也能玩爽，确实是个听劝的官方。正式上线时间在6月28号，但预热活动已经开启，大家现在就可以上线开始攒票啦，快去试试吧！啵啵啵。这是你的世界，而这是别人的世界，他们都是同样的游戏，只不过别人的世界多了光影和模组。2分钟教会你如何安装，以及有哪些好看的光影推荐。先看官方启动器，首先要准备好 Forge 和 Optifine， 这俩都是在官网获取。再打开 Forge， 选择安装路径，点击第一项即可自动安装。再次打开会看到有 Forge 字样的版本，你的游戏文件夹中也会多出 MOS 文件夹，把 Optifine 拖入后就能正常安装光影和模组啦。光影放入 Shader Packs， 模组放入 MOS。 要注意的是，它们的版本要和游戏版本对应。至于如何选择光影，要根据电脑配置来。我的电脑是14900KS 加 4070 内存是32G， 是不是还不错？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张技嘉的 B760M Elite AXP 主板。全新的雕美形象和全金属的散热装甲，
颜值深得我心。14项供电，轻松玩战 i9 处理器，给显卡和 CPU 的强悍性能提供稳定的支持，更有第5黑科技，2步轻松开启，直接提升性能。比如永劫无间，开启前 FPS 在248左右，开启后直接飙升到317。CSGO 更夸张，未开启前在215帧左右，开启 XMP 加第5黑科技后，直接一波乌鸦坐飞机来到了335，整整提升了100多帧。而且自家的售后也很好，主板注册官方小程序后，质保服务长达4年。就算是人为破坏，也可以享受免费帮修服务，确实让人安心啊！有了这样的硬件，光影就可以任性一点啦。比如 ITT 光影，不仅支持中文调节，还在末地添加了一颗巨大的星球，视觉效果非常震撼。之前爆火的冰面夕阳也是使用的同款光影，现在是未开启 XMP 和黑科技的帧数在130帧左右，我们开启一下看看效果，直接到180帧了。技嘉的这套自动超频系统有点东西啊，没想到 MC 也能提升这么大。如果你没有这么好的配置，可以使用 Kappa， 它使用的是路径追踪计算，而非光线追踪，所以要求要低很多，同时也兼顾了效果，光线非常柔和。再低一些可以选不同面、景深、水面、晚霞一应俱全，让你的世界直接上升一个档次。至于非官方启动器如 PCL2、HMCL， 安装起来就很简单啦，只需按步骤勾选就能自动安装，其他步骤跟刚才完全一致。新手朋友其实更推荐非官启，你心动了吗？快去试试吧！20分钟，每天只要20分钟即可走向人生巅峰。家人们，你还在为担心每天3小时的日活任务而苦恼吗？你还在为顾虑每天干不动的武器而发愁吗？你还在为担忧住在火柴盒里而自卑吗？现在看到我这条视频的家人们可以放心啦，因为玩家们终于把明日之后的耗干量打下来了。不瞒家人们说，我偷偷潜伏在各大明日官方群内许久，深度接触各种明日策划，每天和其他明日玩家疯狂建言献策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沙盒生存的玩家摆脱996的困境。明日官方经过我们长期的拷打，终于在1年前开始做出巨大改变，现在是时候向家人们汇报我们这次胜利的成果啦。就说日活任务这方面，现在玩家再也不用为了评级担忧，只要打了就是 SS 评分，立刻获得全部奖励，而且行动次数也减少为3次，就好比高考考场你进去了就直接保送清华，基础天赋和潜能也更加精简，直接就加血减伤，一切就应了那句我秃了也变强了。而且你要觉得这还不够，我们直接端上让你能获得更纯粹生存体验的简单生存服，你别以为这是个韭菜服啊，这可是彻彻底底的爽服。之前要干3个等级的3位熟练度直接统一啦，现在1科满分全科满分，而且每天上线做任务20分钟就能拿到所有日常奖励。最过分的是上线直接送你一套超大别墅，让每一位明日玩家都能体验到真实的总裁生活，这你受不受得了？作为明日的开服玩家，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外，这类游戏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生存的基本设定，通过探索搜刮到对生存有重要影响的大部分资源，消耗资源建造自己的领地和装备，最后获得足够力量去对抗丧尸，这些才是我最喜欢的玩法。经过策划们的一系列减负行动，现在这个简单生存服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靠近了非常多，希望未来可以变得更好吧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游戏真就一个字儿闲。AFK 玩家全体向我看齐，剑与远征解锁1亿玩家的史诗级成就啦！作为一款风靡30多国的放置卡牌手游，剑与远征打从立项之初就决定躺平，放弃主流地位，安心成为默默陪伴玩家的副游，让玩家真正感受游戏的乐趣。作为一款副游，到底可以有多闲呢？每天几分钟任务就能做完，干日常刷材料通通不用管，主打一个想玩就玩，没空玩自动挂机，看着琳琅满目的挂机收益，点一下就能轻松到手，有种不劳而获的爽感。就是这样一款超爽超休闲的游戏，目前已得到1亿玩家的认可，官方也特地为这1亿玩家举办了大型庆典活动，游戏内张灯结彩，迎来主城大更新，活动福利高达300抽加大几万钻石，上线就能领，直接抽卡抽到爽，福利到位啦！游戏内容也不能少，公测以来最令人期待的阵容版本这次也来啦！高贵强大的龙
龙族蛰伏千年，如今世界爆发新的危机，龙族重新降临，拯救世界。天空一声巨响，龙族英雄闪亮登场。在5个全新登场的龙族英雄中，纯血龙格温尼斯和谢尔温拥有稀有的双形态切换属性，一个 AOE 输出爆表，一个单体伤害逆天，化身巨龙还能释放专属技能，妥妥版本人权。有玩家会担心，一次性推出这么多强力英雄，不会要逼玩家氪金吧？放心，在富有的字典里，逼氪这2个字根本不存在。这游戏充点小钱就可以玩得很爽，不想充的话，英雄纯血红龙直接送，搭配官方准备的1亿玩家福利，堪称新手入坑最佳时机。老玩家肯定也不会被落下，呼声最高的英雄置换活动也会回归，甚至还优化了心愿单功能，想要啥直接说。那玩游戏不就是图个轻松快乐吗？如果你也想体验，快去上线试试吧！这是你2024年一定不能错过的移动游戏。暴雪官宣回归，最近闹的是沸沸扬扬。虽然数据都有所保留，但玩家能回归多少还得打个问号。毕竟当初高喊着为了部落的少年，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，玩好地球 OL 才是主线任务。但闲暇之余，难免会怀念当初玩 MMO 的感觉，所以轻量化游戏成为了全球趋势。就连暴雪也开始尝试开发手游，但咱们国内自家厂商表示，懂国人玩家这块，暴雪你还是别来沾边。作为曾经开发过《天天打玻璃》的 Team Mecha， 带着全新的出发版麦分开启国服测试，将放置与 MMO 巧妙结合。扛可挂机摸鱼，自动推关；卷可构筑流派，组团下本。职业配置是经典的战法木，虽然采用了能自由移动视角的3D 画面，但并不需要复杂的操作，人物会自动闯关前行。最有特点的是双人放置玩法，你可以找一个现实版帕鲁帮你在游戏里打黑工，只要有1个人玩，另一个下线也能共享进度。前期成长练级的琐碎烦恼交给卡鲁，自己只管躺平收菜。至于这么好的帕鲁哪里去找？建议拉自己的对象或者好兄弟入坑。当挂机等级提升起来后，就可以研究搭配技能、环战副本、MTF、DPS、治疗、分工合作、嘲讽拉怪、打断毒条、DPS 转火群小怪，该有的 MMO 操作元素一个不少，并且9大技能和天赋树搭配，给了玩家较高的自由度。比如战士可以组成嘲讽加盾的防战，或者攻速伤害拉满的狂暴战。法师也有冰火雷3大元素体系，对应不同的弱点 BOSS， 所以研究不同的流派搭配，跟好友一起组队挑战多人高难本，也是后期主要的游戏乐趣。随着我们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大型 MMO 根本没时间经营。出发版麦分这款主打放置的 MMO 游戏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组队放置体验能减去枯燥的练级成本，躺平挂机进度也不会差太多。有空闲的时间就约朋友挑战下副本，一起聊聊天，换上好看的外观，拍照打卡，慢节奏的体验游戏世界的冒险之旅，这才是 MMO 游戏最大的魅力。目前出发版麦分已经开启预约，并定档5月15号正式国服公测，大家记得预约下。奈奈在线招募帕鲁搭子，不。